又对中国企业下黑手了，这次可不只是罚钱逮人，而是明抢。印度的塔塔集团已经明说了，他们要收购 OPPO、vivo 旗下的子公司，他们至少要让出51%的股权。如果不给收购的话，那对不起，你们别想在印度做生意了。你说这不是明抢是什么？印度是什么黑社会国家吗？搞强买这一套，关键是他们这出的价格还贼低。其实呢，中国企业，尤其是通讯企业，在印度受欺负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。远的不说，就说去年7月，印度执法局先是公开指控 vivo 印度公司涉嫌洗钱，还以此为由突袭了公司。10月份呢，又以涉嫌洗钱为由逮捕了 vivo 印度公司员工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年底人家又以反洗钱调查为由，再一次突袭公司，还拘捕了公司多名高管。事后呢，人解释说是 vivo 印度公司涉嫌非法汇款620多亿卢比，也就是53亿人民币。关键是这些信息都是印度政府单方面的说辞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。你说他们都这么针对 vivo 了，那抢占印度手机市场第1名的小米，日子也不太好过。巧了，也是在去年10月，印度执法局就以涉嫌违反印度外汇管理法为由，扣押了小米555.1亿卢比，大概是48亿人民币。好在是小米经过大半年的维权，把这笔资金给遣封了。由此可见啊，印度的做法不能说是毫无道理，完全就是在故意找茬。其他像华为、OPPO 这些品牌也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特别关心。很明显，印度就是不想让中国企业把在印度赚的钱汇到中国。简单说就是印度挣钱，印度花，一分别想带回家。所以印度为什么这么针对中国企业呢？其实印度一直在推行一个计划，那就是印度制造。当 Made in China 风靡全球的时候， Made in India 也想有一席之地。而我们中国企业挡了他们的财路。推行这个计划呢，目的就是促进印度本土产业的发展，减少对外国企业的依赖。就因为这个计划，他们还设置了各种限制，什么高额关税、许可证制度、本土化要求等等，来卡跨国企业。但是啊，万万没想到，在这么刁钻的条件下，大部分入驻印度的跨国企业还是能混得很不错。你说你这混得不错，那不就意味着印度本土企业混得不太好了吗？所以啊，印度政府就得采取一些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了。曾经的三星、亚马逊、诺基亚，哪个没在印度吃过苦头？因此呢，印度也被称为跨国公司的屠宰场。就说2020年以来，在印度受到打压的中国企业就有500多家，又是要求在印度中企的高管都得由印度籍人士担任，又是卡中国人入境印度。你说印度搞了这么多小动作，保护本土产业的目的达到了吗？哎，不仅没有，反而是雪上加霜了。设置那么多障碍，最后困住的可能只有印度自己。现在的情况就是，不少中企都不愿意去印度投资啊，就连已经在印的中企都在一步步撤出印度市场。比如荣耀就在新品发布会上宣布了退出印度市场，而中国的技术人员更不用说了，压根儿就不想去印度了。关键是印度制造业发展还得依赖海外的技术人员，人员不到位，那印度大量制造商就不得不关门。中企陆续撤出呢，也导致印度的就业岗位陆续减少。只能说，印度如果对中国企业还是这么个态度的话，到头来吃亏的肯定是自己。毕竟现在的局势是，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把中国和中企完全排除在外。